我生来就有和纪伯元一相同的火焰斑纹和通透世界，但我不仅被亲生父亲厌恶抛弃，就连重病的母亲也被恶鬼残忍杀害。盛怒之下，我直接加入鬼杀队，成为了大哥的继子，并如同数百年前的纪伯元一那般，成为了无惨第二个大爹。此时我刚给母亲买完药回到村庄，可我刚一进入这里，就闻到了一股极为浓郁的血腥味，还在路上看到了遍地残缺的尸体，就连我母亲的尸体也倒在不远处，甚至肢体已经被全部分开，而一头灰绿色皮肤的恶鬼则蹲在一旁，正在摆弄我母亲的一截手臂，依次去。不过在发现我的到来后，那只恶鬼就眼前一亮，接着缓缓起身朝我走了过来，居然还有一个年轻的人类，还真是幸运呢。看来今晚终于能饱餐一顿了，这些老家伙的肉都不太好吃啊。然而如今的我大脑一片空白，以至于根本听不进去那只恶鬼的话，手中的药更是当场掉落在了地上。直到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才强忍着心中的怒火，一字一顿的开口：是你杀了我母亲吗？面对我的询问，那只恶鬼愣了一下：那个老妇人是你的母亲吗？哎呀，你母亲可是很有趣呢，即便之前已经被我打断了腿，可还是像条蛆虫一样一路爬到了这里，嘴上还说什么我答应了小羊要活下去。你就是他口中的那个小羊吗？听了这话，我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下一秒就一脚将那个恶鬼给踹飞了出去。等到那只恶鬼站稳身形后，他脸上的笑容已经转而变成了恼怒，显然没想到我一个人类居然能将他击退。为了找回颜面，他直接朝我冲杀了过来。不过在我的眼中，这只恶鬼全身的肌理和血液的流动，乃至于器官运作都清晰可见，这也是我从小就拥有的能力。得益于这些信息，我能预判这只恶鬼的所有动作，甚至还在躲开对方的攻击后，顺手抄起了一旁放置的斧头，瞬间将他的胳膊给斩落了下来，这让恶鬼当场发出一声哀嚎，身体也随之退后了几步。尽管他很快就长出了一条新的手臂，但那张可怖的脸还是涌现出了恐惧的神态，嘴上更是对我厉声质问起来：不可能，人类这种食物不可能拥有这种力量，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说完，见我没有回答他的意思，恶鬼立马有了逃跑的想法，可他才刚刚转身，我就直接扔出手中的斧头贯穿了他的身体，导致这只恶鬼直接栽倒在了地上。随即我又捡起某处房屋旁放置的柴刀，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那只恶鬼。看到我不断逼近，那只恶鬼顿时冷汗直冒，脑海中也突然闪过了一幅画面，只见在月光之下，一个额头上也带有火焰斑纹，长相还和我极为相似的青年，正手持一把火红色的长刀站在他的面前，犹如一尊降临的神明。与此同时，他全身的细胞也传递出了一股恐惧的情绪。不过这幅画面仅只出现了几瞬，很快就消失在了他的眼前，但那股恐惧感却不减反增。正当恶鬼思考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已经一刀斩出，当场砍下了那只恶鬼的头颅。见他倒在了地上，已经无声无息，我因为对恶鬼一点都不了解，还以为他已经被我干掉，所以便将柴刀扔到了一旁，转而回到母亲的尸体旁，准备将其安葬。可在我转身的一刹那，已经倒地的恶鬼却突然伸手将自己的脑袋接了回去，但他因为过于恐惧我的实力，这才没有选择攻击，反倒是扭头朝着村口的方向跑去。就在他一边飞奔一边狂笑，庆幸着捡回一条命的时候，一道爽朗的吼声骤然响起：言之呼吸，一之行，不知火。话音刚落，汹涌的烈焰忽然袭来，顷刻间就将恶鬼的头颅再次斩下。恶鬼则在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后，就此化作灰烬消散在了天地之间，而信兽狼的身影也随之出现。他在看了一眼四处的尸体后，心情顿时沉重了下来，下一秒他就加快脚步朝前方跑去，想看看村庄里面会不会还有其他人幸存。直到看见正跪在母亲尸体旁哭泣的我，他才放下了心，并在深吸一口气后上前对我安慰了起来。就在这时，引队员陆续来到村庄开始处理现场，眼见他们的动作如此熟练，我立马意识到他们应该是专门为了吃人的怪物而来，因此我便向信兽狼询问起了那个怪物的来历。对此信兽狼也毫不隐瞒，将有关恶鬼的信息都和盘托出，甚至他还热心地向我介绍起了鬼杀队。在听说鬼杀队以击杀鬼王无惨为目标后，对恶鬼饱含恨意的我顿时心中一动，随即就向信兽狼提出了我的请求，希望可以加入到鬼杀队之中。为了说服信兽狼，我更是当场宣誓，我早晚会将这世上的所有恶鬼都给抹杀。听了这话，信兽狼顿感心潮澎湃，更是直接将我收为了继子。在这之后，我和信兽狼一起安葬了我的母亲，随即我便跟着他一起回到了鬼杀队驻地，还在信兽狼的引荐下相继拜会了主公和蝴蝶人。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信兽狼还向我介绍起了最终选拔的相关事宜。为了让我能顺利通过选拔成为鬼杀队队员，他在第二天就对我展开了极为严厉的教导，刚一上来就要求我连续做200个俯卧撑。得到信兽狼的命令后，我立马乖乖照做。不过在做俯卧撑的时候，我却默默调整了呼吸的方法，随着我的嘴角呼出一道白火，我的呼吸节奏也变得匀称了下来。等我做完后，不但仍然一脸的轻松，甚至浑身还一滴汗都没有。看到这一幕，信兽狼立马瞪大了眼睛，见多识广的他马上认了出来，我刚刚使用的就是呼吸法，可他目前根本没有教过我这项知识。小羊，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呼吸法的？面对信兽狼的询问，我微微一愣，接着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老师，您是说调整呼吸的方法吗？那是我自己随便瞎琢磨出来的，很简单的，有什么不对吗？此时听到我的逆天发言，饶是元气满满的信兽狼也不免露出了一副怀疑人生的神情。看到信兽狼这个状态，我好似明白了什么。老师，这不会就是呼吸法吧？感觉好像没那么难啊。听了这话，信兽狼立马对我称赞了起来。吴母，看起来确实是呼吸法，甚至已经达到了全天维持全集中呼吸的地步，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要耗费数月时间才能掌握。现在我先给你演示一番言之呼吸的剑技，你试试看能不能用呼吸法发动剑技。说完，信兽狼取来了2把竹刀，并将其中一把递给了我。望着在我眼中好似透明化的信兽狼，我的心中顿时斗志昂扬。老师这么快就接受了这个呼吸法的事情，看来这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说起来，人类应该都有这种让一切都看起来透明化的能力吧？我果然没有什么特殊的，看来我必须要更加的努力才行。想到这，我就全神贯注地观看起了信兽狼接下来的演示动作，并将他的血液流动和肌肉收缩等信息都记了下来。等到信兽狼演示结束，我更是当场释放出了言之呼吸一之行不之舞。看到这一幕，信兽
兽狼直接愣在了原地，他能看得出来，我用的就是标准的延之呼吸。可他想不通的是，我为什么一次就能学会延之呼吸？这个天赋甚至超越了2个月就能成为猪的无意狼。不过眼见信兽狼迟迟没有说话，我却下意识的以为是我表现不够好，以至于对方非常失望。毕竟我刚刚也能明显感受到，我释放剑技时，在呼吸法的使用上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询问起了信兽狼的意见。老师，我是不是很差劲？岂料信兽狼却没回答我的问题，反倒是突然冒出了一句：小杨，你也去参加这次的最终选拔吧。可是我还什么都没学会啊！果然是我太差劲了吗？炼狱老师说着，我的情绪莫名低落了下来。信兽狼则咧嘴哈哈大笑：不，你很优秀，我现在已经想不到该给你设置什么样的考验了。我也相信你肯定能通过最终选拔。不过在选拔开始前，我会将我会的剑技都传授给你。尽管这番话说的诚恳，可落在我的耳中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那就是炼狱老师在嫌弃我学的不够好。但想想也非常合理，毕竟一名真正的鬼杀队剑士肯定不会在释放剑技时出现呼吸法上的使用漏洞，因此我不免有些难过。在我的记忆中，我那个父亲就是如此，无论面对什么事，他最后都会对我失去耐心，并对我拳脚相加。万幸的是，炼狱老师明显要有更多的耐心，如今的他肯定是失去了对我继续考验的欲望，可他仍然面带笑容的决定将剑技传授给我，这种人格魅力简直让我为之着迷。而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也乖乖的和信兽狼学习起了其他的剑技，但最后的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以至于信兽狼在目送我和香奈乎一起去参加最终选拔时，那张本应该饱含笑容的脸都变得面无表情。对此我深感愧疚，毕竟我虽然学会了延之呼吸的武士剑技，还有奥义9之行炼狱，甚至还在信兽狼的教导下开发出了适用于自己的呼吸法，但这些却足足耗费了我6天的时间。想来炼狱老师一定是对我的天赋感到了失望，早知道我就应该更加的努力，争取2、3天就做完这一切的。等到我和香奈乎的身影消失，一起来送别的蝴蝶忍则面带疑惑的询问起了信兽狼：炼狱先生，让这个孩子去参加最终选拔真的可以吗？从你教导他开始，不过才1周左右的时间啊。面对蝴蝶忍的询问，信兽狼本面无表情的脸突然开始变换，最后甚至出现了一种夹杂着欣慰和惊喜的复杂之色。没问题的，那孩子是个天才，他的天赋震撼到了我。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缓过神来，因为我有了一种预感，我们和恶鬼之间的战斗马上就要迎来曙光了。此时的另一边，我和香奈乎彼此沉默着赶了整整1天的路，才终于在傍晚时抵达了藤崎山。这时候的藤崎山已经聚集了许多剑士，所有人都面色肃穆地站在原地，可我的注意力却被一名少年吸引了过去。只见那个少年穿着一件蓝色云纹羽织，脸上也长有一块和我差不多的斑纹。见此，我原本打算上前和他搭话，毕竟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也长有斑纹的人，但因为比方和灰利哉已经宣布选拔开始，所以我只能收回了目光，并先一步进入山中开始了独自行动。在参加最终选拔前，信兽狼曾为我介绍过最终选拔的规则，我记得那时候他曾说我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藤崎山中生存7天7夜，可如今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经验，所以我只能无奈地做出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将藤崎山的鬼全都杀光，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在藤崎山中走了半天，最后却迎面碰上了一个正在被2只恶鬼追着跑的黄头发少年。那少年一边跑一边嚎啕大哭，伴随着他的嚎叫声，又有1只恶鬼被吸引了过来，从而加入了追杀他的队列之中。直到这时，少年突然撞到一棵大树昏了过去，等到再次从地上爬起来时，他却一直紧闭着双眼，整个人的气势也随之一变，下一秒就施展出了雷之呼吸1之行，霹雳一闪，随着一道雷光闪过，3只恶鬼的头颅都被当场斩下。见此场景，我不免有些感慨，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天才，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这样。就在我如此想着的时候，那个少年又变回了原本惨兮兮的模样。在看到3只恶鬼都被干掉后，他立马上前抱住了我的胳膊：那3只恶鬼都是你干掉的对吧？我叫我戚善义，不管你去干什么，以后我都跟着你了。我叫千叶阳，那些恶鬼都是你干掉的，和我没关系，不过我准备去猎杀这里的所有鬼，你要和我一起去吗？闻言，单义强挤出一抹笑容：你看你这个人就喜欢开玩笑。那个，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我还是不跟你去了吧。看到单义这副模样，我顿感疑惑，毕竟在我看来，所有人来参加最终选拔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加入鬼杀队，再杀尽天下恶鬼。可单义看上去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在感受到我的疑惑后，单义急忙苦口婆心地劝说起来：道理我都懂，但我们现在还不是鬼杀队的队员啊，我们现在只需要在这里活过7天就可以了。然而对于单义的劝告，我却不为所动。如果你实在害怕的话，就自己找个地方躲起来吧，我会把山上的恶鬼都杀光的。说完，我就朝着选定的方向跑去。见我如此执拗，单义原本也不想再管我，可每当想起这漫山遍野的恶鬼时，单义就失去了独自行动的胆量。因此做了一番心理挣扎，单义还是跟在了我的身后，并一边拉着我的衣袖，一边喋喋不休，生怕我在遇到鬼的时候丢下他独自跑掉。我则生无可恋地带着单义到处乱跑。跑了不知道多久后，我们突然在前方遇到了一只正在化为灰烬的绿色巨手，那个巨手的旁边则站着之前让我颇为关注的红发少年。可让我惊讶的是，红发少年居然走过去握住了那只巨手，甚至还闭上眼睛，像在为巨手祈祷一般。看到这个场景，我瞬间怒火中烧。你是在同情鬼吗？你可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鬼失去亲人？在我的话音落下后，那只巨手终于彻底消失，炭治郎也将目光望向了我。我知道，所以我在斩杀他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但同时我也清楚，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炭治郎的回答让我哑口无言，毕竟对方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无懈可击，人家也确实斩杀了恶鬼，再加上看到对方的笑容，我总是会产生一股莫名的亲切感，所以我的怒气很快就烟消云散，转而和炭治郎还有单义交流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们3个都会在一起行动，在他们的优异听觉和嗅觉帮助下，我终于除掉了山里的所有鬼，但因为我实力还是太弱，所以耗费的时间更是达到了5天。要是我能达到炼狱老师那样的实力，恐怕1天就能将所有的鬼都给消灭殆尽。紧接着我们重新回到了藤崎山最开始的那处平台，香奈乎也平安地返回了这里，可我却发现
通过选拔的人相比于之前只剩下了一小半，这让我顿时无比的自责。在我看来，这完全就是我的责任。如果我杀鬼的速度可以再快一些，那大家说不定都可以活下去。在调整好情绪后，我们在比方和灰利哉的引导下选择了自己心仪的钢材，还得到了各自的送押。之后我们便就此分别。香奈乎并没有等我也只能顺着来时的路独自回到了鬼杀队的队舍，并将我通过选拔的事情告诉给了信兽狼。对此，信兽狼非常开心，但因为这种事情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所以信兽狼只是重重的拍了拍我的肩膀：“吴木，小杨，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啊！”可在看到信兽狼没有表现出那种极为亢奋的神情时，我却产生了一种感觉，好像我用了5天时间才杀光所有恶鬼的事情，让炼狱老师不太高兴。因此，我当即下定了决心，也就是以后必须要加倍的努力。随着时间来到10天后，我终于换上队服，正式成为了鬼杀队队员。一个叫做铁丸山的断刀村刀匠也按时来到了鬼杀队队舍，并将日轮刀交给了我。然而，随着我将其从刀鞘中抽出，这把日轮刀却在顷刻间染上了黑色。铁丸山更是当场咆哮起来：“谢罪啊！明明言之呼吸使用者的日轮刀都是红色的，为什么你的却是黑色？”听了这话，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但在思索片刻后，就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要知道，我虽然是信兽狼的继子，可在最终选拔中，我还在善意和炭治郎出手的时候，不小心学会了他们的雷之呼吸和水之呼吸，再加上我自己研究出的呼吸方法，如今我已经掌握了4种呼吸法，因此日轮刀的颜色出现差异也非常合理。不过在我将这个解释告诉给铁丸山之后，他却大受震撼：“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居然还自己开创出了呼吸法？那个呼吸法有名字吗？”“有啊，我管它叫日之呼吸，不过我这不算什么，炼狱老师才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呢。”闻言，铁丸山暴躁的情绪陡然消散，甚至语气中还多出了一丝温柔娇弱。“那好吧，你以后可要好好的珍惜这把刀啊，希望它能帮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鬼杀队剑士。”说完，铁丸山就离开了此处，我则拿着日轮刀独自训练到了晚上。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宋押却在这时出现，显然是发现了鬼的踪迹。我则按照宋押的指引，直接来到了一处小镇外的森林，并在此处见到了一个焦急寻找自家妹妹的少年。向他询问过一番，我才得知，原来他和自己的妹妹相依为命，可他的妹妹却在森林里神秘失踪。少年寻找了很长时间也不见踪影。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的心里猛然一沉，再结合宋押的情报，我认定他的妹妹已经遇害，说不定还变成了恶鬼。但我却有些犹豫，要不要将这个事实告诉他。如果说出来的话，说不定这个少年将加入鬼杀队。但紧接着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在我看来，鬼杀队已经不再需要新人，因为用不了多久，这个世间将再也没有恶鬼的存在。就在这时，我们的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阵腐蚀的声音。等我们回头看去，却见一个长着小女孩模样的恶鬼正站在那里，张开的巨口则不停地流出具有腐蚀性的口水。见此，少年立马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妹妹。可在他要冲过去拥抱对方的时候，我却拦在了他的身前。“你妹妹已经变成鬼了，她是会吃人的，你还是离她远一点吧。”说着，我就拔出日轮刀，直接释放出了我自创的日之呼吸2之行3升天。然而随着3道烈焰即将展出，那个少年却猛然朝我扑了过去：“离我妹妹远点啊！你这个恶魔，升职了，升职了！我居然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成为柱了。”此时少年将我给撞到了一边，那3道烈焰也因为他的撞击，所以没有瞄准，直接轰在了恶鬼身旁的树木上，导致树木出现了严重的灼烧痕迹。这时少年又挡在了我和恶鬼之间：“我不许你伤害我的妹妹！”听到少年悲痛的哭喊声，我的精神一时之间有些恍惚，炭治郎的话更是在我的脑海中响了起来，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想到这，我不免有些犹豫，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给对方一个机会。可在这时，那只恶鬼却咧开血盆大口冲向了少年，俨然将其给当成了食物。见此场景，我下意识地舞动日轮刀，当场释放出了我开发的另一个剑士日之呼吸1之行赤霞。随着一道晚霞般美丽的火焰呼啸而过，那只恶鬼的头颅瞬间被我斩下。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那个少年目睹了一切后，竟然不顾一切地朝着恶鬼冲了过去。这一幕让我震惊不已，急忙大声劝阻起来：“别过去，他身上的腐蚀性能要了你的命！”可少年完全不听我的劝阻，下一秒就紧紧抱住了那只恶鬼。随着恶鬼慢慢化作灰烬，少年的身体也被恶鬼身体表面的腐蚀性一点一点的腐蚀，就此和恶鬼一起消散在了天地之间。这个场景让我产生了一种极度复杂的情绪，有愧疚，有悲伤，还有自我怀疑。但紧接着我就想起了信兽狼曾经说过的话，即便是上弦，也仅仅拥有邀请人变成鬼的资格，能将人变成鬼的家伙只有一个，那就是鬼舞狮五彩。意识到是五彩让一切变成这副模样，再联想到如果没有五彩，我的母亲也不会惨死的事情后，我心里的恨意也达到了顶端，甚至我还打定了主意，从今往后我的生命只剩下了一个意义，那就是斩杀五彩。还不等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我的宋押就再次出现，下达了新的任务。我则跟着宋押来到了一处山中，刚一到这里，我就见到了满地的血迹和鬼杀队剑士尸体，一个恶鬼则站在不远处，手中还掐着一个鬼杀队剑士的脖子。不过尽管面对着死亡的威胁，那名剑士仍然没有退缩，反倒是艰难地吐出了一段话：“你很强，但是柱会杀掉你的。”闻言，那名恶鬼哈哈大笑：“我可是吞噬了2000多名人类，实力足以跻身下弦。那位大人更是同意了我发起换位血战，即便是你们的柱来到这里，也只会成为我的养料而已。”说完，这名恶鬼也发现了我的存在，在感受到我强大的气息之后，他顿时来了兴趣，接着手上猛然用力，想要杀死那名剑士。看到这一幕，我快步上前想要救下对方，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那名剑士的喉骨已经被彻底掐碎，恶鬼的笑容也在此时变得更加放肆，这让我当场愣在了原地。刚刚得到平息的怒火，转眼就再次升腾而起。尽管我知道实力足以跻身下弦意味着什么，可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杀掉这只恶鬼，为所有的鬼杀队剑士报仇。想到此处，我的杀气顿时席卷开来，看向恶鬼的眼神也变得无比冰冷。哪里好笑啊？你到底把生命当什么了？话音刚落，我手中的日轮刀也赫然变成了赤红色。紧接着，我一个瞬身来到了恶鬼的身旁，一个呼吸之内就用出了4个剑士，而这名独自杀掉无数剑士的恶鬼也被我当场斩去了4只。但因为我想通过他得知五彩的相，所以并没有立马除掉这只恶鬼。可面对我的
询问，这只恶鬼却浑身颤抖着，一个字都讲不出来。见状，我意识到无惨应该是有某种手段可以控制恶鬼，也因此失去了继续留下这只恶鬼的欲望。下一秒就施展出一道剑势，斩下了这只恶鬼的头颅，随着对方化为灰烬消散在空气中。几名引队员也终于赶到了这里，在看到遍地的鬼杀队剑士尸体以及黯然神伤的我时，一名引队员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千叶阳大人，这只恶鬼的实力已经接近12鬼月级别，主公大人也知道了您独自消灭他的事情，因此您的阶级已经提升成为了主。主公召您回去参加祝贺会议。得到这名引队员转告的信息后，我点了点，当即启程回到了鬼杀队总部。等我来到这里，其他几个柱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信受狼也在其中。可他在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说出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你以后不再是我的继子。”这番话让我的面色瞬间惨白。我以为信受狼是对我没有救下那些剑士感到不满，这才将我给逐出了师门。好在他及时发现了我的情绪不对，下一秒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并面带笑容的和我交谈了起来。通过他的口中，我才得知，原来我斩杀一名实力媲美下弦的恶鬼，并不足以让我成为主。另一个原因则是我独自开创了呼吸法，甚至还身兼数个呼吸法，这让我顿感莫名其妙。要知道，在我看来，无论是开创呼吸法还是身兼数个呼吸法，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相比于信受狼乃至其他主，我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就在这时，在2个白发孩子的带领下，主公缓缓来到了我们的面前。在寒暄了一阵后，主公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召开这次祝贺会议的目的，也就是宣布我成为9柱之外的第10个主。实际上，鬼杀队一直只有9个柱，但因为我的条件足够优异，所以主公才将我破格提拔成了主。紧接着，他向我温和地笑了笑：“杨，一般来说，柱都会以自己的呼吸法作为名号，你想好自己作为柱的名号了吗？听说你的呼吸法叫做日之呼吸是吗？”“是的，主公，但我并不想成为日主。”